好。我们现在是在上海的城隍庙啊。哦。阿拉用上海话跟大家讲几句。现在快过年了，对吧？今天没想到人已经有那么多了。然后我们来说明一下为什么今天来城隍庙。理由你来说吧。是因为我看到城隍庙好像从1月26号开始就要开始收费了啊。然后我们就想着趁着收费之前啊，跑到这边来感受一下过年的气氛。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目的啊，我们来找同韩春桃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霸王茶姬啊，即使他找那个什么曲瑜来代言啊，我们依旧不为所动，对吧？是的，是的。韩春茶肆啊，它那个秋梨的那个枇杷的感觉就更像是，你喝上去会很补的那种，不是那种糖浆做出来的那种。今年的灯会好像跟往年不太一样。不太一样吗？随着现在这个旅拍越来越盛行，你很难回避到这些人群了。就是往年的时候，一般这边的灯都会是一些什么金鱼灯啊，什么兔子灯啊，或者是生肖灯啊。今年好像都是以大红灯笼为主题，然后很多红色绸缎，所以就跟往年的风格不一样。回归本真了是吧？大红灯笼高高挂。我跟你说啊，上海的过年气氛围，你真的到了过年吧，它就没这个氛围了。对。但到过年的时候，城隍庙人还是很多的。今年这条路看上去也跟往年很不一样，往年这边是挂了很多那些什么小鱼啊什么的，今年就变成这种五彩斑斓的颜色。这个应该是城隍庙的一个主灯会哦，它每年好像都会有一个主灯会是跟生肖有关系啊，所以今年马年啊，就好多马在这里。这家南翔馒头店，你去的这家是正宗的吗？那家？是啊，正宗那家是正宗的，还有那个蟹粉小笼啊什么的。然后这家经常会排非常多的人。对，排队非常的长，很难排上去。好，我们上了九曲桥。那后面那个是上海中心是吧？对的。这里也只能看到上海中心。对，要转过去才会看得到其他的。就是来城隍庙是一定要走一走九曲桥的。对，就是老说法，就是老牌的套路。对，走完九曲桥啊，这些就是这一年都会很顺遂啊。这是什么神兽啊？对，都是神兽，都是《山海经》里面的那些神兽。来，给绿波浪一个镜头。那走，把这个牵好。绿波浪啊，有机会来一定要尝尝里面的糕点。那个叫什么天鹅酥啊？天鹅酥，对，天鹅酥，那个肯定是今年的重头戏。它每年放出来的神兽好像都不一样的，也是会跟那个生肖有关系。这座雕塑已经没它的地位所在了。这雕塑主要是它原本就在这里，也搬不走啊，很多年都在这里。对，一直都在这里。就没有灯的时候，这个雕塑就是风景；有灯的时候，这个雕塑就有点碍眼。确实还没好，你看这边建筑工具都还在没几天啦，也是正好是因为今天马年啊，选的都是带马造型的。它如果没有名字的标志的话，我会全叫他们马或独角兽。独角兽它没有脚啊。独角就是西方神话。对，这是小笼包吧？谈其他的小笼包。上海发布上海发布的。弹这个琵琶。上海发布是上海政府的一个比较官方的公众号。经常会发布一些比较重要信息。在疫情期间，它立大功。对，让大家都能知道一个情况。这就是豫园啊，豫园的本源。哇，这片就很长的才对。豫园其实是指园子这个地方，然后城隍庙是指园子外面的那个庙。但这一整片区域，有的人就叫城隍庙，有的叫豫园，反正只要一说，就肯定知道就是这个地方啊。叫南翔馒头店啊，城隍庙最出名的一家店啊。对，你可以看一下现在的队伍有多长。这人也太多了。对，基本上过来吃都是排这么长。对，这有多少人啊？看至少20-30个人。起码的。
感觉可能要排队20来分钟吧，我觉得要的吧。刚才也提到过一家店，那家店也是正宗，这家店是它的算是分馆吧。对，原本这是在那家店的楼下1楼的那个场馆，后来就搬过来了，1楼那边就空掉了，好像。对，所以值得一吃哈。哦，边上其实也很出名，边上那个宁波汤团店啊。上海话差点冒出来。对，宁波汤团啊。现在趁着这个采光还不错的时候，大家看一眼。很早时候这条街是没有的，当时这里也不是步行街，以前就是一条路。对，以前是可以通车的。对对对。现在这边都变步行街了。现在这边边上都是小吃街啊。对，这边是因为这几年这个夜市的文化流行嘛。对对对，夜市文化。当然，夜市文化已经不满足在夜晚开了，白天也开啊，一直开24小时夜市。突然就认真了起来。就是啊，你怎么套不上去啊？这胜负欲非常的强。再来一个。